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老里头测评。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款争议最近较大的一款作品，就是来自于 HOTTOYS 近期刚刚出货的这一款编号 DX41AE 1:6神洛基克隆人偶故事之神啊，这一款开定开始热度还是非常高的，包括官图展物都是可以的啊。但是出货了以后呢，就是褒贬不一吧啊，而且最近的价格也是有往下降，也有一些朋友就直接把直发的这个版本给出手了，反而去买那个胶发的。它一共有2个版本，一个是41AE，另外一个呢就是胶发版胶发版是没有这个限量的说法的，但是这个直发是有限量的。OK， 今天我们就来把玩一下这款争议比较大的神洛基 DX41AE。OK， 首先这个外包装的话呢，下方 DX 的一个标志，左上角就是特别版的这个 logo 想必大家已经很熟悉了。产品编号跟名字都在这里神洛基，漫威 Studio。正面的这张图应该是比较还原应该是电影中的一个样子吧，因为看上去不像魔丸而且它这个我刚刚直播的时候已经把玩过了，我想把这个头盔皇冠按照它这个样子来试但是有点难度，究竟怎么难呢？我们之后来看一下。外包装呈现了一个绿色，背后非常有意思。熟悉的都知道这些 HT 全都出过各种阶段的，包括时间管理局的，对不对？还有最早的洛基的一个样子都有，很有意思。包装依然是现在传统的 DX 的一个开箱方式，侧拉。首先这里的话是一块背景板我们先把背景板给抽出来，很厚我放一边，稍后再看。好，抽开了以后可以看到这一张分绘，就是本次洛基的魔丸的一个样子，主体一个头雕，这个样子还挺帅但是，大家看了就知道了。抽出。打开这一层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里面的内容物了。首先就是这颗比较有争议的直发头然后就是咱们主体。老实说，本次的这个主体包括这个衣物跟素体我个人还是非常满意的，之前已经把玩过的。好，我们抽开OK， 打开以后，从这里取出，我们就可以看到配件了，包括它的王座、地台皇冠一些手型，还有一些特效件。它一共是2层，我们要慢慢抽一下在这里。好，这一层就是它其他的一些特效件的一个配件，包括一个6边形的地台，还有那本说明书。配件实际上不多但是呢，你全部放上去了以后，特别是这些配件还是挺占空间的。OK， 我们现在就把主体跟头雕而且皇冠我们也拿出来，让大家看一下整体的这个效果究竟表现如何。好了，本次我们的主体跟头雕就已经拿出来了因为我已经拆过一次了，所以没绑好。这个东西千万别掉了众所周知 HT 的这个头雕盒非常容易松掉这东西还是得留着的。来，我们来拆开以后来看一下本次的这一颗，怎么说呢？稍微有一点点争议的这个头我把灯光稍微调一下，把它拉近一点，不然打灯效果达不到。OK， 来看一下这个头我稍微因为我调节过眼神
然后直接把它取下来，好吧。这取头雕方式真的 HT 这个真的是非常紧啊。来，我们来看看这颗头啊，我调节的这样的一个眼神，因为我个人觉得它的一个侧面的一个角度啊，是我个人觉得最像的一个角度，可以看一下。然后我的这个头顶的这个发际线啊，那个有一点白色的这个胶水，这比较明显。这边倒反而还可以，就颈部这里，我感觉应该是因为我看了挺多兄弟都会有这种情况啊。后面这个大卷发，整体的面部的这个轮廓刻画实际上还可以。我个人觉得他的问题出在于哪里呢？虽然说抖森这个演员本来发际线就高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略微的稍微高了一点，看上去有点奇怪。然后依然是眼睛比较大啊，HT 到现在为止的这个直发的产品啊，大多数都是眼睛太大了。这一点希望后期如果能再优化一下的话，我觉得之后的直发作品应该会更上一层楼。这次就非常可惜，这个眼睛还是依然一如既往。然后呢，我个人比较要吐槽的一点，就是它的这个可动眼调节，这个我已经提前拿下来了，就是这一块，非常小的一块磁吸的在后面去调节。首先，当然你可以去用它的这个调节器，但是可以看一下啊，这么小一个口子，调节器而且是很难怼到位的。而且左边的 HT 大家都知道啊，眼球有的时候都会比较松，你这个支撑杆大概有那么深的一个角度，你每次怼进去得盲转，知道吧？应该扣子得盲转，扣到那一个眼睛的一个卡扣，才能去调节，每次都非常的费劲。它就因为这个开口太小，而且每次去动的话，很破坏直发。因为我一直习惯性用小手指啊进去调节，会比较方便一点。但是这一次真的太小了，完全调节不了。我去摆一个侧眼的一个眼神都花了好久。这一点希望 HT 之后会稍微有一些改动啊。虽然说开后脑勺一小块已经是可以去保证它上半部分的头发不会乱啊，但是调节起来真的太费劲。而且像这种大卷发啊，你这样每次去动的话，还是会有杂毛会出来，非常的不舒服。整体效果的话，我个人觉得六分吧，及格，是一个及格的作品。好，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它另外一个，当然需要放上这一个。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皇冠，这皇冠呢涂装是很不错的，开模顶部会比较尖锐，然后里面是有个磁吸顶柜在前部啊，去跟我的真人头的额头去有个磁吸的一个角度，然后它的防刮看只给到了一个前面这一小块跟背后啊，这一点我觉得如果是能稍微多一点啊，这两边也是有个防刮层的会比较好，保护它额头这一块，对吧？长时间如果佩戴的话不会蹭到漆面，这次就给了那么一点啊，比较可惜。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磁吸上去以后大概只有到这个位置，如果你想往下压也可以，往下压的话你得后面稍微再翘起来一点，实际上只能到这样的位置啊，还原不了像欧洲宫内的那个，但是戴上皇冠了以后啊，这个象征度会更加高一点。但是因为会破坏这个直发，你长时间这样反复去戴的话，你看这里很容易，对吧？小杂毛会出来，而且这里的发绳不会那么的直的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是去戴这个皇冠的造型的话，胶发会更加合适一点。OK，然后我们现在就把它插进主体上，插进主体的时候，我们也要当心一点，它这个衣服会往里面缩。虽然说它的开口挺大的，但是你每次装进去了以后呢，你还是需要去调节一下它这个衣领，非要卡住。
然后我们来给它装上。这个装衣领啊，每次还得给它拉一下，听到咔嚓一下 ，OK。虽然说这衣领啊打理起来会比较方便，但是还是容易折进去，然后再调节一下。好，大概的这个效果，我们还是凑近一点吧，不然看上去有点奇怪的。实际上，我觉得单放头还是可以，但是整个放上去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角度还可以吧？灯光这样打，哎，侧面看还不错。我们再把这个带上，那磁吸可以吧？这个角度我觉得可以给个8分，很帅，有没有？有效果。所以这个造型啊，不管是胶发还是直发，我个人觉得还是需要去戴上它这个皇冠啊，不然的话是真有点奇怪了。整体效果还可以。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可动。手术取下来，取下来的时候要当心啊，千万不要把这个头发给刮了。你看这真的很容易把头发给弄乱。好，首先头部可动，当然360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对吧？啊，抬头不错，低头也可以，侧头也有，很完美。然后它这个竖起的这个整个可动啊，很不错。首先手臂抬举，慢一点，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位置可以。然后 HT 应该是从这里这个衣物这里可以看到啊，有2个小洞，这边也有，这边也有。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开的这个洞啊，可以更加提升它的可动啊，应该是这个原因吧，不然我也不知道这开这个孔有什么用。好，接下来手臂往上抬，没问题，因为衣服都是比较松的，手臂前倾也有，大臂也有这个旋转，手肘部分非常舒服到这里，而且手臂的这个关节侧面看是不会暴露的，是可以的。然后胸腰可动，来看一下，因为它要坐上王座，所以它的胸腰绝对不会太差。往后往后的幅度会稍微小一点，左右旋转都有，侧身是没有的，还是比较硬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腿部，首先劈叉，差不多这样的位置，前踢90度可以往上，屈膝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关节都非常紧，没有什么问题。脚的话，对吧？那不用说了，很丝滑唯一可惜的就是它这个关节暴露本来剧中呢它也没有穿袜子，对吧？但是它的脚的这个颜色跟这个竖起的颜色是有一点点色差的，这一点比较可惜。就算你在平时把裤子往下拉的情况下，侧面你还是会看到这个关节暴露非常可惜。后踢也是有一定的角度，但幅度不是特别大，大腿也有旋转空间，没有什么问题。接地性跟做一些造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完全无压力。然后我们仔细来看一下这身衣服这个衣服的面料，第一很舒服，而且非常服帖，整个的身体造型也完全没有这个狂写手，很舒服。我们来拉远距离来看一下整个的这个竖体的造型，很不错。特别它这一些披风，我们可以看到大面积的用了很多很多造型铁丝，所以你去打一些造型非常的方便很丝滑。这边也是，当中跟下摆全都有造型铁丝，而且是比较粗的那一种这边也有，大概我数了一下可以看到这边有折痕的，这里都是有造型铁丝，1根、2根、3根、4根，包括这里
有5根，而且顶部这里也可以去调节，也没有什么问题。侧边这里也有一小块啊，很舒服。这个衣服应该是可以去脱掉的，我感觉。我看一下啊，对，这里有个魔术贴啊，我们可以把这个披风给脱掉，也没有什么问题的。再看一下背部，整个的这个披风大小非常大，而且透光率也还可以，有点渐变颜色，底部跟中段、上段都是有点不同的分色。来看一下背部，背部衣物的这个拉链在这儿，整个素体的话也是比较软啊，它在这里腹部跟裆部这里全是有一点填充，胸部这里的话也有，只有手臂跟腿没有。整个素体我觉得可以给个7、8分，非常舒服。然后就是大家非常不喜欢的，但是剧中确实是出现的这一个豆豆鞋啊，大家都说这个编剧是怎么去设定的啊？这个豆豆鞋真的是非常难看，但是做的还是非常还原的，非常不错。底部啊有产品的生产日期啊，都有做到，刻画的还不错。手型我们可以看一下出厂的这个放松手，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手指的一个细节刻画都是有的，没什么问题。OK，主体方面的话，我们就看到这里了。接下来就来看一下它众多的配件啊，都有些什么，特别是那个王座。OK，来了来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说明书，非常薄啊。首先第一个注意事项，第二个头雕拿取方式啊，然后可动眼的一个调节，头雕安插方式，哎，可以看到，哎，这一个说明书上的头雕啊，跟咱们的主体又是好像有点不一样了，对吧？好，然后就是咱们的这个可动，它这个可动还比我保守了一点。好，再到这里啊，一个王冠的一个安插方式啊，最后到这里就是一个特效键啊，对应的手，哎，然后这边这2个可以去解开，摆一些不同的造型，磁吸的啊，这一点我刚刚没有展示出来啊，因为我没看说明书啊，整个披风造型铁丝的一些位置啊，然后一些注意事项。他说的这个东西是不能拆的啊，但是它上面确实有魔术贴，我感觉还真会有人拆掉它。说明书有这么一些啊，确实不多啊。我现在就来看一下。首先，传统的经典时尚6边形地台，非常占空间的一个地台啊，配上软管支架、下腰支架，就这么一些。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可动眼的一个调节器。好，然后到这边手型，首先裸的一个握拳手，这个握拳手细节还可以，没有崩，特别是手指缝都还可以啊。看一下，好，然后一个开膛手，一顿掌纹刻画，HT 传统的工艺非常不错，张开的一个手型，这手型每一个都非常到位啊，我觉得做的是非常可以的，细节到位。好，接下来就是带特效键的手型，首先是一对握拳啊，也不是握拳了啊，就是捏另外2个特效键的一个造型手，有点油，感觉应该是这个光线啊打在上面了以后的一个效果啊，它是直接涂出来了。好，然后另外几个特效键的一个手型，包括这一个啊，全透明的，我看这全透明是哪来的？这透明键做的也是非常不错，分色处理的很好。好，然后这一对
一半是有这个肉手在的这个手型我也是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好，然后接下来这4个特效键按照位置去安插你戴在手上，你也可以左右去插，都可以反正这个看自己的喜好去怎么去摆一些造型，还原关图仪的一个样子，很长它这个特效键非常长，而且涂装颜色可以看到，在灯光打下来真的非常漂亮。这2个特效键真的是做的非常不错，然后这里还有一对，灯光下打的还是很漂亮的，都是一个软胶材质，但是没办法去摆一些造型，只能通过你这样去安插左右前后自己去调节。OK， 接下来就是王座，这个王座说实话非常刺鼻，我拿出来的时候，直播的时候拿，我还戴着口罩，那股味道都扑鼻而来整个涂装的话呢，中规中矩，全是软底座是个硬胶这些地方都是一个软胶件，合膜线会有些地方会比较明显，包括这里但是远处摆放还是挺帅的，我来看一下，再把洛基做上去，这个效果应该是还是不错的总会比没有好，对吧？然后再外加这个后面的这个背景板，效果会更加漂亮。说到背景板，我们就来最后一个配件，它的背景板，咱们拆开看一下。HT 到现在依然是喜欢用这种硬纸板的一个背景板，很占空间。说实话，看一下，我是弄反了整个。搭建起来反正很方便这样去折了以后呢，去折一下然后这边会有一个卡扣，虽然说没有说明书上没有去引导我们来大致来看一下，反正就放上去了以后，大致就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它的高度很高，要看各位这个展示柜能不能摆得上呢？我来看一下整体的高度咱们来看一下。来，大概要在40公分非常高就看这柜子能不能放进去而且它这个深度的话也是，深度也要20多所以这个就要看各位这个柜子能不能放进去了。实在放不进的话，就直接摆一个王座也可以，对吧 ？OK， 配件方面咱们就全部说完了。配件比较少，但它手型非常多，还是整体效果还是可以的。那我们最后来拿出来总结一下我个人觉得本次的这个直发洛基的当然比我预期的确实是差了那么一点点，但整体效果也是一个及格的作品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让我跟直发跟胶发2个里面取舍选一个的话，我觉得还是胶发会比较好。包括你长时间佩戴这个王冠的一个造型，当然胶发会更持久一点，对吧？直发的话时间长了我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个就要看时间的去考验了。好吧 ，OK， 本期老李头视频的话呢，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还帮我在视频的最后来个1键3连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OK， 本期 DX41AE 神洛基开箱把玩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